seatbelt sign on. For your continued safety, please ensure your seatbelts are securely fastened and refrain from moving about the cabin and using the washroom at this time. If the seatbelt sign should be turned off during our flight, we recommend you keep your seatbelt fastened in case of unexpected turbulence. We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that smoking is not permitted on our flight, which includes e-cigarettes and vape sticks. Tampering with, disabling, or destroying the smoke detector located in the lavatories is prohibited by law, as well as consumption of your own alcohol is not permitted. Le commandant a laissé la consigne lumineuse des ceintures de sécurité allumées. Nous vous demandons donc, pour votre sécurité, de demeurer assis avec votre ceinture bien bouclée, de ne pas vous déplacer dans la cabine, d'utiliser les toilettes en ce moment. Nous vous recommandons de garder votre ceinture attachée même si la consigne. That they usually fly 90 meters in the air before they land, but the technique has got so much better in the last few years, but now they're flying more like
嘿，大家好！这支影片呢，大概是我来到加拿大3个多月后才产出。目前加拿大这边已经是冬天了。为什么会这么慢才产出呢？主要是因为我这份工作呢，每6天才休1天，所以等于是我1个月才休4天而已。虽然有点累，可是呢，因为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是蛮缺钱的，所以时数蛮多的，对我而言也是蛮刚刚好的，就觉得还蛮 OK 的。然后呢，因为我现在待在这边呢，不管是住啊还是餐厅呢，都有员工价。像餐厅的话，我们有提供很多餐点，像我前面影片当中有出现的。然后我们住的话也是很便宜，所以我到时候我这边卡加利的住宿费用呢，可能比较没办法给大家参考。然后如果要说到加拿大的物价呢，像我自己去买东西啊，加拿大的星巴克呢跟哈根达斯呢都是非常的便宜，大概5块钱的 CAD 上下。对，换算台币大概是100出头左右而已，就可以喝到一杯星巴克，还有一杯那个哈根达斯。我记得哈根达斯在台湾的话是蛮贵的，星巴克也是大概至少都要150或是快200左右吧。所以在加拿大呢，喝星巴克跟吃哈根达斯呢，就有点像是在台湾喝珍珠奶茶，还有吃咸酥鸡那样子。基本上这边物价的话，便宜的东西跟台湾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说到物价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加拿大呢，其实你每次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被额外扣5%左右的税哦。5%是卡加利这边的税，其他地方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消费税，然后甚至会有10%以上，等于是你每次买东西呢都要付10%的消费费出去给政府。然后另外，如果你是在餐厅吃东西的话呢，还要付服务费给餐厅哦，因为这边也是有小费文化的。然后服务费最少是要15%起跳。因为像我自己都是刷卡，然后每次在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自己去点那个机器，然后它就是最少就是15%起跳，15%已经是最低的哦。所以如果你是现金付款的话，记得也要给最少15%以上哦。也是说呢，如果你在餐厅吃饭的话，消费税再加上最低的服务费的话，你在餐厅每一顿餐点你都要原本的价格再加上20%左右哦。所以这边在外面吃东西其实蛮不便宜的，买东西也是就是。加拿大才真正的万税吧，就什么东西都有税，还蛮高的。像我住在这边的时候呢，有其他人跟我分享，他们住在其他地方呢，就是那个税收呢真的是非常高。还有像是他们的税呢也是集聚制的，像如果你赚越多的话，你是要缴越多的税金，因为毕竟加拿大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嘛，所以他们的税其实是非常的重，比台湾还高非常非常的多。但相对呢，他们的生活或是各种方面，其实就有各种的补贴，这也是一个相对的优势吧。然后最后呢，让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加拿大的枫叶。天哪！因为卡加利这边呢是没有枫叶的，可是它是有黄色的叶子的针叶林。然后，而且我来到这边以后啊，大概不到1个月左右就进入了冬天。那个整个叶子从开始落叶到进入冬天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也幸好因为我在休假的时候都有出去爬山健行之类的，所以我之后的影片就会来分享一下，关于加拿大那个黄色针叶林，虽然说没有加拿大枫叶，可是我这边有黄色针叶林可以看，那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啦。好，今天加拿大生活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欢迎留言问我哦，就这样啦，拜拜。